一次关于狂欢节的闲聊，让我们确定了2024年的度假地南美洲24天，行程28000公里。我们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领略了奔放的桑巴风情，沐浴了巴西和阿根廷之间的伊瓜苏瀑布。我们沉浸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汤果的激情优雅和莫雷诺冰川的壮美，流连于智利百类国家公园雄奇的山塔和奶蓝色的佩赫湖，秘鲁马丘比丘和马拉斯盐田等印加文明遗址，以及彩虹山和提提卡卡湖，让我们觉得不虚此行。大家好，现在是2月20号的上午，我们游玩百类国家公园的第二天。今天是雨过天晴啊，天上的云层看着格外的漂亮。我们今天将主要游玩百类公园的2个著名的景点。首先我们将去到昨天我们在远处看到的那个大瀑布身边，也就是萨尔托格兰德瀑布游玩，然后我们将去徒步一个2个来小时的徒步路线，登上秃鹰观景台，欣赏百类美景。刚开出这个酒店门口，这里就有一个观景台，我们停下车，对着百类的方向，把它的美景留下来。晴天的入园口，边上吃着草的马儿，这画面跟昨天截然不同啊！蓝天下的山峰湖水，我们又来到了昨天的第一个停靠点。再把这阳光下的美景扫一圈。现在我们来到了大瀑布的停车场，也就是它的徒步起点。这里显示从这里走到大瀑布大概要8分钟的时间。遇到一个亚洲旅游团，非常亲切。我们现在徒步去看大瀑布，大风吹，不怕雨伞，已经晒得很黑了。后面是漂亮的美景，感受下百类的大风吧。哎呀，这体积那个，这风太大了，只有8级大风哦，吹的人都走不动了。看这裤子，走路都走，人都走不稳了，也被吹下去了。有栏杆保护了。哇！这是我们昨天站的那个远处，照的那个很小的那个。这就是壮观的萨尔托格兰德瀑布啦。它源自冰雪融化后的雪水注入迪克森湖，再经潘恩河流到潘恩湖，在若登舍尔德湖的下游出口形成了瀑布，汇入下游不远处的托罗湖。这碧绿碧绿的水真是美人美奂，无法形容，真是漂亮啊！这就是 Salto Grande 大瀑布啦，
它每一秒钟流的水量相当于1000个人洗10分钟的澡，也相当于装1升的水可以装10万瓶。漂亮的彩虹。正对着的百类主峰群，主峰群上面的岩石最古老的有 1.3 亿年，而下面的岩石最新的也有1200万年了。继续往雪山方向走，这边有个下去的台阶，可以更加近距离的接近这个瀑布。这彩虹也像一个瀑布，好漂亮啊！靠近雪山上面还有一个观景平台，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面的百类国家公园的作品就是在这个平台上拍摄的。现在我们往回走了，现在是风吹着我们走了，妈咪也吹不掉，很舒服。这里景色非常的漂亮，值得推荐。除了风有点大之外，一切都非常的好。我们刚来的时候只有2部车，现在这里停了这么多车了，还有大马上就要停满了。我们现在又来到了这个菲欧尔湖通往酒店的这个桥上。这个周围的景衬着这个红色的桥非常的漂亮，我们准备再照几张相片。好一点，你看后面了，正对着国家地理杂志的那个大景。我们现在准备去走这个 Mirador Condor 秃鹰瞭望台的徒步路线。这个徒步路线说1.5个小时，但是呢风很大，说上面往山上爬了。这个入口处有一小块空地，只能停4、5辆车。我们比较幸运，刚好把车停下了。这周围的树是被山火烧了，说是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游客引起的山火，然后这个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府带这个游客赔了智利100万的罚款。100万！它烧成这样了，那个旅游者赔不了。这里徒步风景很美，徒步。这个刚才下来的人说，上面风非常的大，但是呢，风景还是很漂亮，值得。我们慢慢往上爬，这就是爬山的路，大长小大。前面2个人走了很远了，离我。在这里慢悠悠的往上爬，可惜这些树全被烧掉了。这一节的芦苇还挺深的，差不多到肩膀了。继续往上爬，每爬一步，看后面的景都不一样。你看，在这里，这个雪山，终于赶上这位同志了，他爬得挺快的。我们现在已经爬得挺高了，看这边的湖，这边还有好多小房子。来，你看这边的雪山，这边的湖。加油加油！嘿嘿。羊肠小道，有人来的时候还得在这个边上错位。
加油！爬了一段比较陡的山峰，现在又有一节平路，正对着角峰的方向，非常的美。这一节是比较舒服的，天上还有一个老鹰在飞。山阴观景台，角峰越来越近，好漂亮哦！这个峰。停下来欣赏美景的两个人，半山腰往下看的美景。牌子上说是要1个半小时，那我们这种老头老太都要2个小时了。又爬到我的前面去了。这上面的风是挺大的，爬上来。这一节不太好爬，迎着风，石头也有点滑。钻到了山的背后，背后还有。爬上来好长一截，下面是另外一个湖，在这个老枯树这里休息一下。爬到上面那个人那儿，我们现在只爬到这里，也没多远了。到了手脚并用的时候，我登上顶峰了，好大的风啊！耶，给自己点个赞，耶！乌啦啦啦啦，好美的风景啊！赞！好大的风啊！我终于上来了。4级台风啊！哎呀，我的帽子都吹翻了。耶！快点来照张相，这要站不稳了，这风好大。啊！那个是大风讨厌的人呐，哇，展翅飞翔。在大风之中工作的人。下午继续返回纳塔雷斯港，入住另外一家联排房，就是这一家了，105美元一晚。这是开箱他的房子，它有2层楼，楼下是厕所、厨房，还有客厅，感觉非常不错。2个卧室在楼上。今晚买了食材，这是我们做的晚餐，这是意大利通心粉、西红柿炒蛋，这个是豌豆、鸡肉和黄瓜，这个是牛肉炒辣椒那就是我们的意大利通心粉配上牛奶。这里还包第2天的早餐。这是我们南美行到现在为止性价比最高的一个住宿，赞一个。